我是趙少康，歡迎你來到 TVBS 少康戰情室。在我們現場特別來賓，林秉佑議員、尹乃菁小姐、賴士葆委員、柯震委員、馬文君委員。哇，昨天4點27分下午，熊本發生7.1的強震，哦，現在死傷還沒有完全確定，恐怕這個災情會蠻重的哈，好幾千名自救隊都去搜救了哈。好，到底熊本在哪裡哈？你看這日本地圖，這最南，最南邊，看沒？哦，這對台灣算是靠近的哈。震央在這個地方哦，所以呢，這是九州。這個7.1的強震哦，特別這個永旺哈，這個一個 outlet 哈，一個超商等等哈。很慘哦，後來還要爆炸哈。那這個阿蘇火山大家都很清楚哈。那所以震央啊，這個最大震度7啊，在熊本縣宇城市附近啊，這是震央啊。那之後呢，有感地震160起，地殼最大位移84公分，建築物倒塌，高速公路扭曲，橋梁崩塌。你看多慘！你看高速公路哦，房子倒哦，你看這個橋梁哦。這個貨運車都停了啊，都不能動了啊。那另外呢，這個日本啊7這個強度的地震呢，震度的地震30年有8次，8次裡面3次都在熊本，所以你看這個地方，阪神是大家很清楚了，1995年的時候那7.3很大哈。然後呢，這個熊本在2016年10年以前也7.3哦。那這個8.4更可怕啊！這個是東日本大地震哈，所以反正哈，日本這個地震哈，這個蠻多的哈。那到這個台灣也是一樣，遇到地震真不知道怎麼辦哈。前2天台北有地震哦，5點多，大家都覺得蠻大了哈。那10年又有這個7級在熊本哦，所以大家認為說有可能這可能還不是主震，說這個可能只是前菜，後面可能有更大的地震哦，所以到底會怎麼樣哦？所以小心，未來1星期還會有震度7等級的強震，可能甚至比這個還大。所以這個只是前菜。為什麼？因為10年以前斷裂斷層，說可能位移了，所以為什麼會有更強的這個地震原因在這個地方哈？救護車整晚沒停哦。台灣人呢，很多人在熊本，台灣人很喜歡到熊本到福岡這地方，商店都關門了，晚餐只能到超商去買超商的東西哈。那高市早苗說，現在跟時間賽跑，要展開救援。目前13死36輕重傷，但是哈，這個上次死了很多人哈，那這次為什麼死這麼少人呢？大家也在想說，是不是還有沒有找到的了哈？新幹線鐵軌斷裂，有很多旅客在列車內過夜，根本下不了車，下車也不知道哪裡去哈。那這個剛剛講這個永旺哈，開幕才1個多月，現在呢後來還爆炸啊。另外呢，這個台灣觀光區怎麼辦？如果遇到這種情況，第一個飯店，第二個商場，第二個車子，地下街、租賃的車子、海邊港口這些地方，也許可以躲避掉強震啊。那另外呢，賴清德、卓榮泰去慰問熊本的強震，說我們台灣隨時可以提供協助。就網友呢就灌爆網絡說，我們都快被毒死了，你還去管日本？我們自己怎麼辦啊？等等。華航、星宇加開班機疏運，虎航。原來延遲飛行，今天執行，因為有台積電在那個地方，所以呢，這個華航、星宇都有直飛的班機哈。那台積電說逐步這個回到生產線正常生產，他說沒有什麼影響哈。大家說哇，這麼大地震，台積電說他們早就知道那個地方有地震，所以所有的機器啊、設備啊等等都做得很好的防震措施哈。那業者評估，大概因為晶片的生產會這個影響3到7天哈。那昨天熊本市長剛好在台灣，因為呢參加這個半導體的一個研討會，所以市長一聽，像他們這議員啊、立委啊、這個縣市長如果一個出國碰到這個選區有災情，都很緊張，想趕快回來。熊本市還回去，但是呢跑道暫時都關閉了，所以暫時都還回不去。我們看一下。對。原本平靜的熊本街頭突然一陣天搖地動，電線桿劇烈擺動，停車場內好幾輛中型貨車就像玩具車一樣跟着左右不停搖晃。
熊本市即時影像也拍下整座城市劇烈晃動，鏡頭不斷左右擺盪，仿佛整座城市被人用力搖晃，持續時間將近30秒。熊本縣人吉市一座延綿數百公尺的橋梁，同樣在強震周不停擺動，是在橋面行駛的黑色轎車趕緊放慢速度，小心翼翼通過。熊本天草市鏡頭，畫面左右狂震，就像有人抓着鏡頭不停地搖晃。日本熊本當地時間28號下午4點27分發生規模7.1強震，震源深度只有10公里，屬於破壞力驚人的極淺層地震。就連熊本東北約100公里的大分車站月台也明顯搖晃，鐵皮屋頂上下震動，金屬結構互相碰撞，不斷發出乒乒乓乓的巨響，一整排的號誌和交通設備也跟着搖擺，驚險一幕全被民眾拍下。而在大分市區，即時影像也記錄港口碼頭的地震瞬間，當時還有一艘巨型郵輪停靠在岸，突如其來的強震瞬間打破平靜的下午。熊本對岸的長崎縣震度也達到5強，即時鏡頭先是上下震動，接着再左右搖晃，可見這起強震範圍相當廣泛。截至29號上午，2026熊本地震已造成13人不幸罹難，超過282人受傷，目前仍有民眾等待救援，救災工作正與時間賽跑。我現在正在從熊本市區往這個福岡的路上，看起來這目前熊本市區的狀況都還好，都是正常。第一手直擊熊本市區，立法院交通委員會考察日本九州，恰巧碰上熊本強震。那因為九州地區有些地方有災情的出現了，所以說這個有些眾議員就請假沒有出席。總統在社群上用日文慰問熊本，台日是患難與共的真朋友，台灣正密切關注當地情勢，而熊本也作為北市的城市夥伴，市長蔣萬安也送上關懷。我第一時間就表達了關心、慰問，以及如果有任何需要協助的，我們全力支援。消防署特搜隊分5大組整裝待命，行政院長卓榮泰發聲，會視日方需求，隨時提供必要的人道協助。但貼文底下留言就被灌爆，台灣的油都管不好，怎麼還管到日本？你怎麼都還沒下台？隨時一通電話就能出動救援，台日再次展現共患難的互助情誼。我們看2016年跟2026年10年以前呢，震度7，現在震度也是7。10年前深度很重要，11公里，這是10公里。上次死了多少人？211人，受傷輕重傷2746人，20萬棟這個房屋毀損哦。所以這次會怎樣？大家為什麼關心的這個地方哈？來，這個智恩怎麼看？熊本跟我們高雄就是姐妹市哦，所以在第一時間大家对這件事情非常的一個關切哦。不管是蔣市長或是陳市長，他們其實都已經把自己非常擅長的特搜隊哦都已經準備好了。不過相對於卓榮泰哦，我覺得我們都是屬於比較低調，然後呢隨時 stand by， 如果對方有他們的一個需求哦，我們再開始來做這樣的一個處理。大家都知道，這日本的防災跟救災，但是全世界非常大的一個模範跟一個榜樣嘛。他們目前為止哦，除了他們的班機到熊本的班機必須停在福岡之外啊，他們其他其實並沒有尋求國際的一個救援。那剛剛趙大哥特別提到了2026跟2016年比較，中間差的10年，不過都還是完全是取決於這個九州的2條的他們那個斷層貫穿那個斷層哦。不過剛剛雖然說這個數字上面哈，還是要解釋一下，2016年雖然是造成非常大的傷亡，不過那個200多，他們事實上最後統計是278，不過278不是在當場去死亡的，通常278的時候，就像這一次，我們大概只有看到好像10幾20人，應該還有一些未報的一些人數會出現。不過他們最大的是在往後的半年當中有非常多間接性跟這些地震有關的，比如說他們現在有很多人根本在這個車上不敢離開，他怕死了，他們就在車上不敢離開。那車上不敢離開的狀況之下，不管是身心或是身體或者是医院，沒有辦法，所以他們陸續當中有很多人因為這一次的創傷，然後造成他們醫療的延誤，然後才造成到最後造成了278的死亡，不是在當下死那麼多，而是在半年跟8個月當中，所以他們就稱它為間接性的因為地震的事件而造成的一個影響啊。不過我想大家為什麼會關心熊本，純粹就是來自於台積電嘛，因為台灣人出去通常只會到福岡，那福岡跟熊本其實是蠻近的。那熊本因為有台積電，所以有很多大舉的，包括超商，包括這個台灣的這個小吃料理都會完全往進駐，所以這件事情比一般來說更引發一個注意力，還是來自於台積電。那台積電目前來說，好像只有到3天左右的這個所謂的製程會受到一些的影響。不過我個人認為，
為還是以未來，就像我剛剛說的，10年前。本來是只有20-30個，後來研發出200多個人，造成這麼大的一個傷亡。這個後續可能日本尋求在不僅是在所謂的一個協助急難救助的協助，他們的醫療系統、心理支持度，還有包括整個人民在經過這場戰爭10年一次這樣的一個恐慌，還有包括整個企業界是否每1年、每10年都要承受這樣子的一個投資上面的一個風險。我覺得這才是熊本在未來所面臨一個最大的挑戰。剛提到2條斷層，你看啊，步田川斷層帶。然後呢，日奈久斷層帶，哇，很長哎，哦，那這個文娟委員，南投以前也發生過很讓921很大的地震，对921，超過20年了。那時候其實非常多的救援，那一次死傷，其實嚴格說起來，在台灣發生的地震當中，它也算是非常嚴重。可是上一次是因為是在半夜發生，如果它是在白天發生，相信死傷會更多，因為很多的公部門啊、學校啊，其實全部都倒塌。那時候如果有學生，有很多的人還在上班的話，死傷就不是這樣。那剛剛大哥也有提到哈，就是2次的地震，熊本的地震比較，那上一次死傷的人數比較多，因為看得出來，其實他上一次倒塌的那個房屋好像比較嚴重比較多。像剛剛我們有看到，我們有委員其實也剛好在福岡在熊本附近，那他們看到整個大概整體的那個建設沒有太大的損害，所以相信這樣子對於死傷的人數也會比較少。應該上次地震以後有加強補強。對，而且還有這一次，因為我們看到有一些台灣的民眾，他們有發表他們在比如說他們在那個末那時候，其實他們是有摇晃，然後他們可以等到它停了以後是有充分的時間可以測出來的，所以其實它不是在當下大家沒有辦法及時逃生，我覺得這個也是這一次死傷可能沒有那麼多的一個因素了。可是我們還是希望後續，因為如果說我們可以提供這些協助，這都是必要的人道協助。可是它事實上現在還沒有完全的去把它記錄出來。可是我們也看到，不管是前總統蔡英文或者賴清德或者卓榮泰，其實他們3位其實在臉書上面其實大概也都有提出來。不過我覺得他們少做了一件事哈，除了去關心日本以外，其實我們剛剛都有提到，我們國人赴日旅遊真的非常多，可是他們第一時間反而沒有去關心到我們所有在赴日旅遊的這些國人同胞，他們到底是不是需要協助，或者有沒有什麼樣的損害？其實我覺得這個也是他們在這個部分沒有去充分關心到，而且會讓很多國人產生質疑的地方。因為台灣人喜歡去福岡啊，近啊，很近啊，那東西好像物價也沒有都市裡高哈。不過我還是擔心台灣啦，就你看日本，對不對？台灣也是斷層帶很多啊，台灣經常也有大的地震發生啊。那台灣很多的建築物是很老舊啊，對不對？到時候真的，如果你發生像日本這種7.1級的地震的時候，你台灣多少這個建築承受得了？我看倒一大堆哦，比日本倒得還慘呢。你不相信你看看哦。所以像這些房屋怎麼補救，都更那麼緩慢哦，然後呢，這個房屋的補強那麼緩慢哦，我想這些是。看看日本，想想台灣，休息一下再回來。哇，股市哦，這個血流成河哈，之前蠻好的，好幾個月，突然就反轉哦。那這個台積電、聯發科也領跌哦，不過台積電還算抗跌了哈。聯發科開始跌停啊，那反正這個說這個今年已經第9，這韓國連續2次熔斷，今年已經到第9次了，所以台股呢到最後殺到盤中崩了2107點，到最後尾盤稍微拉起來一點點啊，所以呢這是第3大跌點有史以來，而且7月的時候呢這個一直跌哈，那另外呢。台股摜破4萬點，哦，那最高好像到4萬5哈，38個千金股哦，所以呢，這個有11檔殺跌停。那麼聯發科市值失守5兆，台達電跌破4兆，這原來都是很好的股票，然後都這樣跌不休哈。那另外呢，
專家這還是昨天呢、啊，還不算今天。昨天因為台股重挫，專家就說：“哎呀，槓桿降低一點了，不要貸款那麼多，不要貸款那麼多哈、哦，等等哈、哦。”那昨天就有人進場了，所以呢，專家也說，不是說下跌就上車啊，不一定啊是最好的策略了哈。本來就跌這麼多我就進了，就昨天進，今天又跌啊。那另外呢，國安基金進不進來？財政部長說啊，台灣這個基本面很好啊。哦，所以應該關注國際形勢啊，哦，所以呢，目前呢，這個好像還不需要啊，但是今天拉了尾盤了，哦，如果不是拉尾盤的話呢，跌得更慘，哦，所以呢，這投顧哦，這個富邦投顧的董事長陳義光說呢，還沒有進場條件，今天國安基金沒進場，但是回來去查了，公股銀行有進場，哦，所以才後面拉起來。哦，否則後面還拉不起來，這個好像700點、600-700點哦，否則會可能搞不好繼續下跌都說不定。我們看一下，台股還是繼續綠油油下錯算，早盤盤中一度跌勢收斂，但還是殺不住，午盤最低已經殺到低點39743點，跌幅超過1800點，跌破4萬大關。截至11點42分，來到39822點。至於台積電，則是來到2210元，下跌70塊。今天融資斷頭的賣壓相當的沉重哈。那第二個呢，是因為呢，日本跟韓國股市呢，今天都是開高走低。先從亞股開始失控，紅翻黑。韓股在11點23分已經跌了7.88%，日經225指數跌1.08%，連帶台股也被拖累。在11點20前，日月光控股499元，連跌102.5元都鎖住跌停。至於鴻海、廣達、緯創盤中一度翻紅，持續震盪中。目前呢，資金呢有轉向到防禦型資產的一個跡象，臉還在綠的，包含南亞科、華邦電、旺宏跌停亮燈，被動元件、國巨法說會前股價再砍56元，殺到跌停。和生堂跳空跌停，11點20前，華新科、信昌電也亮綠燈。要關注的是28號的融資餘額大減231.28億，相較7月3號的高檔已經大減852.77億元。法人也認為，如果融資持續下降，賣壓逐步收斂，是有助於市場築底。至於台股連日走跌，國安基金到底會不會進場？財政部長孫翠雲則說，國安基金進場有一定條件，而且也要國安基金委員會決議。不過目前在持續關注股市的動向，還有金管會相關措施成效。本周還要再看的是聯準會的利率決策跟科技巨頭財報，都將牽動台股走向。來，賴委怎麼看？這個就很難看了，很難看了。這個東西，因為你看到最近呢，這個在一跌的時候，在過去來講，台灣的股市啊，你說跌個200點、300點、500點，哦，很多哎。現在不是都加一個零呢，跌2000了，跌1000了，好像都是很稀鬆平常的事情。為什麼？因為我們的事實一直成長，一直成長，一直成長。那台積電前一陣子被捧了，然後說 AI 概念股幾乎都漲，跟 AI 有關係的都漲在那邊啊。它是權值股，這個以台積電來講的話，它佔的整個資本市場40%以上啊，所以這影響非常大。那今天呢，你剛秀的那幾張說台積電，那這都是權值很大的。台積電、聯發科、台達電，他們一跌的話，整個的指數就崩下來，然後就帶動很多就跌停。啊，跌停的是什麼？啊，我今天要認賠，我要賣，我賣不掉，因為沒有人要買，就鎖死在那裡。那可是你看哦，這一些的股票其實基本面都真的很好哦。台積電法說會說明年要賺多少，後年要賺多少，都是一直，而且就很奇怪哦，大家會覺得奇怪說，為什麼它業績這麼好啊？股市啊，股價就一直跌。然後我看到最近很多的分析師都這樣分析啊，我開始買了，這個也跌越多，我買越多，好不好？我就問好不好？因為我昨天如果真的接的，那到底是接到低的，還是接到是刀子？一接下來今天又跌啊，跌多少？跌停就10%哎，10%好多錢呢。你要這樣，不要忘了，你現在跌10%，你要漲上去就不是10%嘍，因為漲上去就是比10%還多才能夠維持原來的錢哦。所以這裡面賣壓就很大哦。所以整個來講的話，這個財政部長講的是對，台灣的基本面其實很好，我們的本利比也還可以，那資金都非常充沛。可是現在最麻煩的是什麼？最麻煩的是因為這一波跌下來，會不會造成社會問題？特別是那些
什麼小白是不是？這個搞不清楚，一看說哦，每天漲哦，還辭職去炒股的啦，還有賣房去炒股的啦，房子去貸款去了，所以過度槓桿化跟韓國一模一樣。很多人都說台灣的股市跟着美國走，現在不是跟着韓國走。那韓國是什麼？連續的壟斷2天，很可怕。我覺得世代同堂，什麼房貸啦、信貸啦，這個融資貸款等等的。這些東西就是剛才他秀了一張叫做去槓桿化，就是借錢越少越好。今天來講的話，真的要投資，就是說我有一些閒錢嘛，我口袋10塊錢，或者我口袋100塊，我拿30塊去投資，要最多虧了就30塊，這個都虧得起了。但現在不是現在是我口袋30塊，我要做100塊，去投資100塊，好的戲呀，這個跌下來你要補保證金，否則就斷頭。這個就會造成多殺多。最後一點我要提的說國安基金用起來不？大家當然很期待說國安基金進來可是我跟各位報告，國安基金前一陣子這樣子，等於是捍衛股市吧，救股市那段時間賺了大概將近100億。其實國安基金投入權非常少，它就是一個新興的東西。但是現在來講的話，人家會問4萬多點，根本就被護盤。有人會這樣問4萬多點相對是非常高的一個點數，要不要現在就護盤？是當市場失靈，比如說大家信心崩潰了，多殺多，融資斷頭，多殺多，然後沒有量，我覺得很重要，沒有量就代表這個市場已經不再是市場。這時候其實國安基金是應該認真考慮要不要這個要進場，但是現在是不是沒有量？現在還有8000多億啊，所以整個來講它會糾葛，我認為國安基金的委員會糾葛在這裡，但是官股會出手，因為選舉要到了，不能讓它崩得太厲害。今天不已經出手了嗎？只是國安基金沒進場，但是官股都進去了。对，今天指數收盤40039，40039，大家看会不會跌到3萬9？然後今天一天就跌到1564點，那因為後來拉尾盤那台積電一股跌80塊，台達電一股跌85塊，聯發科一股跌165塊。國巨跌停板，世芯跌停板，說跌了9.95%，跌得蠻重的。民進黨會讓他這樣跌嗎？我認為不會的，因為他有的是辦法。我覺得他這個現在你剛才提到的官股已經進場了嘛，你基本上來講，這個東西很多話這裡不好講，大家都了解。這個選舉到了，因為大家會看，真的造成，因為現在有4代同堂啊，不是剛剛我提了什麼房貸啊，什麼貸這個貸那個貸，還講6代呢，有人講6代，車子可以講。他現在說要主動降槓桿，能降嗎？不是怎麼降？他已經買了嘛？對，怎麼降？所以有個指標看的就是融資餘額降多少。目前就是降，但是我覺得降的還是不夠。這時候來講的話，就怕因為要斷頭，還在跌就斷頭，斷頭。那他就多殺多，這個才是可怕的地方。那民進黨會救嗎？我覺得應該還沒有到那個真的國安。這2天就很慘了。對，2000這樣跌。但其實我蠻認同，就是世寶跟你講，因為現在4萬點其實很高的時候，以整個台股過去的歷史來看，真的是一個非常高的點。整個國安基金的規模來講，你說要救到什麼程度？我覺得那個風險很高。那其實要這樣看了就是說最近這幾天的股市，我自己雖然是沒有在操作股市，但是我很關心，就是說它其實這個 AI 概念，其實在這幾天有很多利空的消息出現。譬如說中國有自己的 DUV 的這個機器出台了那影響這個你看。韓國的為什麼是 SK 海力士他們這些重點就是在它過去一個漲得非常高的所謂的記憶體的這個項目生產的這個機制本來都在韓國的手上，那中國出現這個機器之後，很可能就會讓市場有一個很大的轉移。那另外也是中國自己在這個所謂的 AI 的這個題材上面，他們有幾個新的模型出來的時候，對整個美國他們既有的這些模型產生一些衝擊性，就它提供的服務的價格，其實讓大家重新對 AI 的服務去做定價的時候，也是一個利空。那其實這個一個短期的因素，其實我覺得的確影響會很大，因為大家會重新去評估，就是說這些過去我們在 AI 產業上的這些估值，是不是要重新去評價？那這個是一個比較重要的因素。我覺得在短期，這個大家在考慮的時候，的確會有一些震盪的這些機會出現。但就長期來看的話，我是認為就是說，其實 AI 本來就是AI 裡面機體只佔一部分。那這一部分如果說能夠穩定下來，就是說大家實際上去評估完整個市場需求，確定中國這邊的這個產能是有多少影響之後，我覺得還是會回穩了哈。那另外也是，譬如說在 AI 的這個他們講的這些新的模型裡面的估價的部分，我覺得也還好，就是說
他們自己也承認，就是說某些是從美國的這種模型去蒸餾来的哈。那它的確提供了某些比較低階市場的需要，可以讓它可以用比較低廉的價格去提供服務。可就長期而言 ，AI 概念它其實並不是在追求所謂低價的服務，而是在說更前瞻、更前沿的這種需求的時候，我認為那個還是會回到 AI 本身對我們整個經濟的那種帶動火車頭的效應，不是靠這種低階的服務。所以我是看說，應該不會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就決定說國安基金要不要進場。現在這個剛剛趙大哥說的這種公股進場，應該是還是在一個撿便宜的心態啦。因為我看了一些經濟學家的說法，也都說就長期而言還是比較看好的。基本上了哈，就是說这个，當然昨天跌是說大陸有長興上市了哈，DUV 他們有出來，不過我去問了專家，說那個根本跟市場根本差很遠了，哦，尤其那個 DUV 差非常遠了，但是是心理情緒，我覺得哇，而且主要的原因是槓桿，不是只有台灣，槓桿已經太高了，對，大家都借錢去買，哇，覺得很好，借錢買，別的不賺啊，萬物都不賺，只有炒股賺。哦，你問那些建商看賺不賺？建商就去買股票賺，不是蓋房子賺。大家都來說槓桿太高，一定會去槓桿。早就講說居高思危要小心，但是每個人都想，我不會是變成最後一隻老鼠啊，我等別人啊，等別人，這是非常快，這是其實比原來想的快。休息一下再回來。真的。